今天這集要帶大家去逛超大的托卡披皇宮，還有遊客必上的聖索菲亞2樓。伊斯坦堡的最後2天，我們跟團走馬看花，從古蹟再到香料市集，吃烤魚三明治，還有在博斯普魯斯海峽，同時觀賞歐亞兩洲的沿岸風景。到底跟團玩這些景點好不好玩？有興趣的朋友跟着我們繼續看下去吧。今天是土耳其杜拜跟團第8天、第9天，這是最後2天在土耳其的日子，這2天都會在伊斯坦堡。我們就來看今天跟明天會有什麼行程吧。Go！ 今天的早餐太空虛了，水煮蛋跟吃日油比較能吃。这個休息站的手鏈好多都好可愛。我們現在一路到伊斯坦堡，中間會停2個休息站，總共車程大概5-6個小時。第一站這個休息站裡面的手鏈都還蠻漂亮的，才100里拉。繼續出發。這個休息站有禱告室，禱告室裡面呢有洗的地方，然後還有朝向賣家的方向。因為他們禱告之前要先把手腳口鼻先洗乾淨，才可以禱告啊。對，他們這邊司機每開400公里就一定要休息半小時，所以有時候休息站停留的時間會比較久，就是因為他們法規規定。因為太塞車了，所以我們現在徒步去餐廳，順便在路上導覽一下。伊斯坦堡是一個很神奇的地方，因為以前它是羅馬的首都，所以是一個基督教的首都。但是後來被鄂圖曼征服之後，它變成一個伊斯蘭教的首都，所以這邊是一個非常融合混雜又是歐亞交界的地方。伊斯坦堡原本是叫做君士坦丁堡，它是有點基督教的意象，那後來改名為伊斯坦堡，變成有點代表說是伊斯蘭教的地方，阿拉住的地方的意思。390年從埃及搬過來的方尖碑，這裡以前就是賽馬場啊，石頭都不見，是因為被伊斯蘭教拿去蓋清真寺了。我們就是經過這個賽馬場之後，就馬上要到餐廳吃飯了，下午會再繼續市區觀光。這個米其林推薦餐連續3年都有，餐廳還蠻美的，而且人很多，聽說定位很難定位。這個是前菜，大家一起享用的，來吃吃看。每一個都拿一點。麵包來了，這麼大，看什麼順眼就沾什麼。好吃哎！哦，我吃到這個是鮪魚口味的蘸醬，它的烤餅是很 Q 的，還有優格薄荷蘸醬，很清爽，好吃哎，酸酸甜甜的，會辣，可是很香，很好吃。總共有6種蘸醬，6種都很好吃，這家是非常好吃。來了，這是牛肉的口味。哦，他們的牛肉都有一個羊味哎，但是好吃，不到 juicy， 但是口感不錯，不乾，真的有羊味，我沒有在騙你，真的有羊的味道。再來吃看它的飯，它的飯裡面有一些像米線的東西。來，它飯很好吃的，燕麥那種 Q 度，類似五穀飯，然後但是它又有那個米線，飯有一個味道，雞油味嘛，烤肉味。吃吃看我媽點的雞肉，好吃哎，好嫩哦 ，juicy 的，味道也不錯。這有符合你的期待嗎？米其林推薦有。這幾天最好吃的一餐，牛肉有一個羊騷味，怕羊騷味的人不要點牛肉。牛肉跟雞肉相比起來的話，我覺得2個都蠻好吃的。哇，它這個好酥哦，它裡面是這樣。哇，冰淇淋也太甜了吧！然後這個酥餅也是很甜，但是很香。這家的甜點不是死甜嘞，它還有一個香氣。普通的烤肉1200，就是我們主餐吃這個880。哦，比較便宜一點的啦，900里拉。血的加那個麵包還有甜點。哦，這餐下重本。先來去參觀托卡帕皇宮，皇宮進來也要安檢，到處都要安檢。托卡皮皇宮於1460年開始建造，歷時18年，到1478年完工。托皮卡皇宮一直是鄂圖曼帝國的政治權力中心，直到第31任蘇丹阿卜杜勒在位時期，考量已不再符合19世紀的需求，才建造了新的皇宮。共和國成立後的隔年，凱末爾指示托卡皮皇宮成為共和國後第一座博物館，整個博物館面積大約40萬平方公尺。
是世界上最大的宮殿式博物館之一。這裡自由參觀時間1個多小時，主要可以參觀宗教館跟武器館，還有珠寶館。他們也有不求人。对，我想要那個，你想要。珠寶館走出來就會有這種大陽台，博斯普魯斯海峽。今天有郵輪停靠以前羅馬修建的城牆。剛剛那些就是珠寶館展示的東西超多的。下一個來去看宗教館。宗教館進來要圍頭巾。宗教館最大的看點就是那個摩西分海的手杖，其他的是看不太懂，就是穆罕默德的一些衣服跟用品。最後再去武器館，因為武器館在往出口的方向。还有紀念品店。接着要來聖索菲亞大教堂，這以前有馬也可以走上來。聖索菲亞大教堂是一座見證了歷史更迭的建築，從拜占庭時期的基督教殿堂到奧斯曼帝國的清真寺，現代土耳其改成博物館。現在它再次回歸清真寺的身份。在進入這座神聖的空間前，女性遊客必須佩戴頭巾以示尊重。看到大殿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，象徵伊斯蘭教指向麥加方向的神龕其實是歪的，這正是聖索菲亞從基督教堂改建為清真寺的關鍵證據。目前的參觀規定，1樓大廳僅開放給土耳其公民進行禮拜，外國遊客則統一由2樓廊道進入參觀。2樓參觀區保留了許多珍貴的馬賽克壁畫。以前整個牆壁都是這種金箔，那為什麼現在金箔都不見了？在1204年的時候，十字軍東征的時候，威尼斯的這些騎士啊，就把這些金箔都刮走了。以前都是金的，現在都被挖走了。聖索菲亞大教堂，這樣就看完了。現在是清真寺，那裡面還可以看到一些以前耶穌的壁畫，所以是一個基督教跟伊斯蘭教有點綜合的一個地方，很特別。好，我們來去下一站。現在1小時自由活動是自理晚餐，所以就看要吃什麼。領隊，我們阿凱推薦吃肉丸，很好吃。第一個，这些可以2個人1份，又是麵包。蠻辣的，很辣還是不？真的蠻好吃的，還蠻香的吧？對，它的肉好像有一種 Q 彈的感覺，對。這一整個大區域就是以前的賽馬場，這邊有聖索菲亞大教堂跟藍色清真寺，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這邊自由活動，隨意觀望，走走看看。在外圍拍照不用戴頭巾，這1個小時就是吃了肉丸，大概參觀了一下藍聖清真寺，1個小時差不多就到了。現在回去集合，要直接去飯店。希爾頓，哇，一進房間就覺得香香的。房間噠啦，還不錯，蠻舒服的感覺。來看一下外面風景是怎樣。停車場，蓋起來。有附2瓶水，冰箱就是滿滿的 mini bar。那個芬達是你冰進去的嗎？不是。我們芬達嘞，太巧了吧！我們自己也有1瓶，就是如果你有同樣的品項的話，你只要有補回去就不用收錢。來去看一下浴室，噔噔，雖然沒有很大，但是好乾淨，而且又舒舒服服的。Body lotion、浴帽跟洗手的浴巾2條，沐浴乳、洗髮精跟潤髮乳都有，是這種吹風機 ，Professional Hair Dryer。是不是專業的吹風機啊？這就是今天的 room tour。那好累哦，現在也已經8點，晚上8點了。明天早上我們要去那個海峽叫什麼？
博斯普魯斯。博斯普魯斯海峽遊船，然後再去埃及的香料市集，接着就會搭飛機到杜拜，直接跳轉到明天早餐。我觉得他們的歐姆蛋都做得很好吃，還有最期待的就是有炒菇菇，炒菇菇也超好吃的。香瓜先架丟席，無唔對，夠低，夠 juicy。這品種跟台灣的不一樣，哈密瓜跟香瓜的混合體。哈密瓜跟香瓜其實我也分不太清楚。我們剛剛就隨意的停在路上橋上，讓我們下車。然後我們再走下去，那邊是遊船的地方。今早第一個行程來坐船，你入境了 ，Thank you 。我們團這是包船，整船就是我們團的人而已。博斯普魯斯海峽總長是30公里，沿着博斯普魯斯海峽，一側是歐洲的繁華，一側則是亞洲的風情。雖然跨越了2座大洲，但每一處景色都屬於同一個名字——土耳其伊斯坦堡。哇，潛艇哎，好酷哦！很酷哎，我已經很多年沒看到潛艇了。超強，著名很經典的伊斯坦堡的小布藍色清真寺。這個遊船真的是我看過數1數2漂亮的地方哎，因為沿岸的房子都好漂亮，然後海水又好藍，海鷗又好可愛，這有榮登我心目中前3名的遊船哦。遊船坐完之後，就開始在旁邊的埃及香料市集自由活動1個半小時。埃及香料市集差不多就這個樣子，就看自己要買什麼東西。現在來去找找看，這裡有沒有烤魚卷餅可以吃吃看。在船上面烤魚耶，太酷了吧！魚麵包1個225里拉，他們這邊做生意都蠻誠實的。我給他7美金，他就算不找我錢我也不知道，但他還是找我10里拉試試看。它裡面很簡單，就是青魚、生菜跟法式麵包，蠻好吃的，魚味蠻新鮮的。這1個半小時的自由活動，我們就把香料市集的 T 字形逛完，再去沉船那邊吃烤魚麵包，再回來上個廁所就差不多了。今天午餐是吃中菜7菜1湯，終於可以吃不一樣的東西了。走去吃飯，一樣要走一段。好久沒看到這種白色了，就是好久沒看到弄人。沒有很好吃，但因為很久沒吃中式了，還是吃得津津有味。還好，但是因為很久沒吃了，覺得還不錯。土耳其杜拜12天的旅行團在土耳其的部分就結束啦，剩下在杜拜會算是3天2夜。杜拜的部分我會再放在下一集，今天就先這樣啦，拜拜。